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长工。今天呢，要跟您介绍一下怎么把你的炮600炮这个延长啊。我们现在啊，最多人使用的就是说，600啊，或者是500啊，然后接一个1.4倍的增倍镜，就变成840的焦距840。我一直也是这样用啊，但是啊，自从这个有无反相机以后，这无反相机它要跟这个传统镜头接的话，它要有一个转接环，因为它接点数不一样啊，它控制点不太一样，所以必须要有一个转接，才能够控制这个炮。我们有一个鸟友前辈啊，这个吕洪昌先生，他很早就用这个很大的倍数来拍。他在 Facebook 上面贴出他以前拍的那个雄鹰的照片了，怎么去那边守着，然后距离很远啊，那他预除你要拍那个鸟，要把它拍大一点啊，必须要很长的炮啊，所以他那时候就用2倍镜。我们平常啊，以前呢的经验就是说2倍镜不好，因为这个效果很差。那时候早期我也买过好几个2倍镜有新的有旧的，但是后来都不用，因为真的是效果很差。那后来这个吕大师讲啊，那是以前单反时代啊，单反的相机啊，因为它有一个反光镜，它一拍的时候，它要开闭开闭开闭，啪啪啪，它那里面那一片在震动啊，会影响这个画面，因为它这个会震动，那画面会变得比较糊一点，所以2倍镜不能用，主要就是因为单反相机的那个反光镜的作用。他说现在无反相机没有这个动作啦，它不会震动啦，所以可以用了。我一听这个，我觉得非常有道理，这非常有道理。因为你把它拉了2倍以后啊，你稍微的震动它影响很大。那你现在不震动了，就没什么影响了，影响就非常的小影响大概就是说，你把倍数拉了以后，这个光圈又缩小了也许速度其他那些影响，其实是在天气好的情况下是微乎其微，非常小，所以我就对这个产生兴趣了后来看他贴的，不光是2倍，又加上1.4，甚至用了2个2倍，这个是厉害了，这实在是太厉害了。怎么把它连起来这是一个问题。然后你如果连起来，还要能够自动控制这个镜头，那你那个整个接点都要连接好才行那前一阵子王贞吉王老师他就跟我讲说，有个朋友跟他介绍了一个连接环，让它的2倍镜跟1.4倍镜2个可以连起来。一般我们这个是太老的怎么讲呢？
两倍镜它中间它有一边是有凸出来的，有凸出来一点。那你要跟1.4啊，没办法连，就是顶到了，没办法接呀、没办法接。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哎，就是要有一个环，它就是它接点帮你连起来，但是它有一个空间啊，比方说它是1公分多，1.2公分，那这样的话它就不会顶到，就可以连了。就是这两个1.4跟2就可以连在一起了。那这个 Canon 的公司有生产这样的一个增倍镜的延长的连接环 ，EF12啊，就是1.2公分呢，12厘米宽度的一个延长连接环，让你把两个连在一起。结果我就看王老师在用这个2倍加1.4倍啊，600炮加2倍加1.4就2.8倍啊，就是1680，600变成1680呢，多了1000呢，这个就距离就近的非常多了，非常好。那拉这么近，它对焦的情况怎么样？那个锐利度如何？他说非常好，非常好，而且这个拍得很近啊，变成1680的炮了，然后拍起来放大还是很锐利，很好啊，所以我就想说跟大家先介绍一下。那你如果是 Canon 的相机的话，你可以设法到这个购物平台上面就有这个 EF12这个连接环啊，就可以把旧的就是传统的2倍跟1.4倍连起来啊。但是王老师强调说，这个2倍跟1.4倍都要第3代的。这样效果会比较好。那我们就看一看王老师他的这个2倍跟1.4倍是怎么连起来的啊？这个是1.4，这个1.4，这个是2倍，那这两个要连起来呀，中间需要有一个转接环王老师这个这样拍的话，等于是2倍乘以1.4，1680哦，这个老说的1680，这就一下变很大了，将近3倍哦。效果非常好，哎，王老师来说明一下，你来讲一下。哦，怎么讲？你来介绍你这个镜头一加上可以拍的很美的大特写了。好，你这样看得到吧？可以。好。指路你看，刚刚这个是没有裁接的这个是没有裁接，直接没有裁接然后裁接以后还是非常的锐利效果很好。等于是我们以前只用1.4现在变成2.8了。但是这个关键就是说，要有一个这个中间的转接环，如果没有这个的话，这两个接不起来因为会顶到，没办法接但是因为这个是这两个倍镜都是属于传统的
是旧型的，不是无反相机用的。如果这是无反相机用的2倍镜的话，也许啊，这个是转接环嘛，这是无反跟这个传统的转接环。它这个因为这2个都是传统，所以它是在这里。我现在在考虑说，如果你有一个2倍或者1.4倍，它是新型的，是直接接这个无反相机的话，然后这个转接环是接在后面，再接一个旧的，也许这样就可以，就不需要这个啊。这个目前要再确认一下。重点啊，你必须这个第3代的，这个可以把它拿下来，这是它的遮光罩，因为这个拿下来2倍跟1.4都是要第3代，都是要第3代的，是不是？好，其实它可以包起来，免得大家都来问他。现在没有鸟，都在很后面。好，那 Canon 的啊，可以这样用。尼康的呢？尼康呢？听说它没有生产这样的延长的这个接环啊，就把就增倍镜的延长的环，它没有。它没有的话，但是我知道，就是说，以我这个来讲，我这个 Z6 啊 ，Z6 无反相机，它现在有生产一个2倍镜，是可以直接接在 Z6 的相机上面的。啊，刚刚说那个王老师那个，他是要接在无反相机啊，先接一个转接环啊，然后接到传统相机，他那个是在传统相机这一段传统的镜头啊，接在后面，等于是他先接转接环。像我们这个目前这个也是要先接转接环啊，先接转接环，然后接1.4，再接这个600，因为我们这个1.4这个早期的还有这个大炮没有办法直接接在无反相机上面啊，它2个新旧不同，那个接触点控制点也不同啊，数目不一样。早期的控制点比较少啊，后面控制点比较多，它控制的项目比较多。那现在因为它有新的2倍镜，是可以直接接在 Z6 上面，所以我就想啊，如果它那个可以直接接在 Z6， 那我把2倍镜直接接在相机上面，然后再接这个转接环，再接这1.4，是不是就可以了？因为这个转接环啊，它也有差不多2公分的宽度啊，这个很宽啊，中间也是空的啊，所以它可以当那个我刚刚讲的 Canon 的那个2个环接在一起，那个延长的那个桥，它可以有这个作用啊。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再接一个环，你只要一个新的2倍镜加上去，然后这一个旧的1.4，这样就1680了啊。但是是不是能够这样接啊？因为要实体的东西才比较准呢。因为现在用讲好像是可以，可是是不是可以？因为我现在这个尼康的Z 卡口的那个2倍镜啊，目前缺货
平台上面订1.4都有，2.0没有订不到，所以目前还没有办法实际这样接。但是我认为说，理论上应该可以这样做就是你现在是1.4，你再加一个2，要新的2可以接无反相机那个 Zicaco 的2倍镜，装上去以后，在后面再接这个，应该是可以，应该是可以。好，现在呢，因为说无反相机可以使得2倍镜就可以使用了，我就想起我过去早期买的那个2倍镜，还有1.6、1.4，好几个放在防潮箱里面，很多年都没有在用了。现在我把它翻出来，再试试看这是我的手动600炮，最早期用的。我过去录这个水鸟可以把它录得很大，就是用这个600炮后面加一个 CCD 用 CCD 把它放大，就是影像在后面也放大，然后再输出。但是那个画面只有640×480，很小的画面。那这个手动的是5.6，f 5.6，最大光圈是5.6。那它手动对焦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不方便的地方年轻一点的时候因为这个很轻，可以手持拍这个600可以手持拍空中或者是树上，或者呢比较机动性比较大，但是对焦呢你必须要手动所以准焦的几率有时候是很不大，就是拍了好几张，可能有1、2张是可以的所以后来就换了自动对焦以后，这个就没有再用了。那因为这个无反相机的关系让我想起说，我过去这是2倍镜，好老的2倍镜，没有控制点的，完全是手动的2倍镜。后来这个也是2倍镜这个有控制点可以有一点那个比这个新这个是1.6倍这个到后来这个都有控制点，但是这个控制点，这1.6控制点才几个？5个，这里才5个点，这个5个点，这个是2、4、6、7个点，这个是七个点。那我们新的是11还是12个点？传统的就是8个点，然后新的大概是11个还是12个点，就控制点不一样。结果就拿来试把这个装看看。这个手动，这本来就是可以，只是说效果不好，没在用。
倍，这个也是2倍，结果就是它这个是不是尼康本身出的，它是 Kenko 另外一个副厂出的。哎，也可以接，这个2倍可以接在这个2倍的后面呢，这很神奇啊！那这个1.6的呢？1.6，1.6也可以接上去。这个手动的这个，我现在连接了一个2倍，再一个2倍，再一个1.6倍。然后再接上我这个转接环，就变成这个怪物了，又瘦又长的，像竹节虫一样。600手动的，接一个2倍，老2倍，啊，新一点的2倍，这1.6倍转接环接在无反 Z6 无反相机上面。那这一支炮变多少了呢？600乘以2乘以2再乘以1.6， 3840。这个焦距啊变成3840，超级长啊！这个真是超级长。我有试拍，试拍，因为我这个 Z6 我没有买那个遥控啊，手动无线遥控，没有遥控，只有用手按的话稍微会有一点影响，但是。这样拉这么长以后，那个镜头看出去，那个还是很亮，还是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到很大的画面啊。如果说你装在脚架上面，风不是很大，固定在那边，然后用这个录影的话，应该效果也不错了，那照相呢？照相因为我现在是要手动按。多少有一点影响，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一个2倍啊，放太久了以后有点发霉，这个是还好，就是这个有一点发霉，所以会有一点点影响，但是我很有兴趣去试试看啊，好，到野外。实地去试一下看。现在拍这个八角楼对面的水鸭。现在在录。
拍一下那个庙，拍那个庙看看。全熟的。现在是拿一个2倍的起来，这个是2+1.6的画面。尖尾鸭的母女，它一直，我好几次看它都坐在那个，好像是在做草啊，好像是坐在树干的树干啊。实地测试的结果啊，是可行的，实际上是还不错啊。那我们分两个情况来讲，第一个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用2倍加2倍加1.6啊，等于用3840的这个焦距来拍。那我们晓得茄定湿地的8角楼啊，你站在楼底下拍到前面那个水池对面那个岸边那里水鸭所在的地方，大概差不多50米。那用3840拍的话，它的画面是这样啊，大家可以看到，就可以拍蛮大的那个鸭子。不过呢，我前面测试的那个内容啊，所有的画面都是原来拍的啊，没有经过调整。那个亮度啦、对比啊、什么那个饱和度啊、色彩方面都没有调，啊，完全没有调的情况之下所显示出来的。当然，这个拍照的部分呢，因为手动对焦，有时候拍的会不太清楚。那我当然是选那个几张比较清楚的，就是说你也可以拍到这样子的水准，但是它的效果稍微差一点啊。除了因为这个光线，因为那时候我的 ISO 用到3200，因为虽然是在白天呐，也不是阴天，那个有一点阳光，可是呢，因为它这个经过这个管道这么长啊，那个光影进来的量就会减少很多，所以它速度非常慢，那就必须要 ISO 要提高。我是用3200的 ISO 拍，速度才能够超过100以上啊。这个这里面有一个因素就是这个，
这个2倍镜啊，因为它发霉啊，所以多少会影响这个效果啊。所以这个用3840厘米这个焦距来拍啊，应该是在特殊情况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啊才用啊。那第二段呢，我就把这个拿下来，以后，这个是1680啊，1680的焦距，用这个拍的时候，感觉就差蛮多的，因为它的画面也还不小啊，你可以看看，就是1680拍这个八角楼对面的鸭子啊，它一小群可以拍一小群，但是那个画面还算大的了啊，算大的。但是它的色彩啊，还有这个质感啊，要比加了这个的要好啊，质感要比较好一点。所以，这个应该是我如果要用这个来录影或者是拍照的时候啊，还是就2倍加1.6就够了啊，不需要再加一个2倍，那是特殊情况的时候才考虑的。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我如果把这个2倍拿下来以后，用这个拍的时候，它的画面的视角会有黑影，那个黑影呢，就是这个遮光罩，因为它不像说这个缩到很前面就拉到前面去，它往后退了一点点就会拍到这个4个角这个阴影。所以这个时候啊，第一个就是把这拿掉。如果光线不是非常的强，太阳很大的话，这拿掉还可以啊，那个闪光的情况会少一点，而且这个长啊，所以闪光的原因就是发生的情况会比较少一点。或者你如果要的话，要用闪光罩的话，你用别的方法把它弄一个短一点的，不要那么长。这么长的话，拍起来就是有4个角落会有这个黑影啊。那如果你认为说，这个还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在你剪辑的时候，把那画面稍微放大一点啊，把它拉大一点，把这边去掉啊，因为这个放大的程度不是很大，所以对画质的影响也不大啊。所以这一次测试的结果就是，还是以2倍加1.6啊，就我们平常自动对焦的话，2倍加1.4，我觉得是非常理想的一个拍照的设备啊。所以如果您家里过去有一些旧的增倍镜啊，你不妨拿来试试看啊，可以装看。当然，旧的跟那个要自动对焦，那是有一点点那个如果它没有办法自动对焦的话啊，就变成手动啊。如果可以，有的也有可以啊，就是说它也有对焦点，然后不是那么老啊，那你可以试试看，如果能够接到你现在的自动对焦的炮上面啊，那就很理想了啊，那就很理想。甚至你炮短一点，你说手拿就有300-500的，300、400啊，那你加上这个手持的拍，也是一个很理想的状况啊。好，今天就分享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啊，喜欢的话欢迎您订阅一下，按个赞，好，谢谢，下次再见。